连个专科都考不上，复读，明天就去报名。陈子天不亮就去菜场给人下货挣钱，晚上回来还帮我操持家里，他已经够辛苦了，熬到后半夜才摸书本，那是分心在考砸的呀。考不上是我没本事，跟别的没关系。困在这穷山沟刨一辈子土，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我是个废人，你更不能就这么废了。我18了，不能再花你的救命钱。不上大学我也能挣到钱。陈子，听说你高考没发挥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咱们老林家出了我儿子一个考了540分的一本大学生，足够了。要不我介绍你去城里送外卖，你爹也就是贪了，不然你们父子可以一起送。我爸是当兵受伤才贪的，还轮不到你这个盲流子在这说三道四。我得自己挣钱，山上说不定有山货。这难道是灵泉空间？这泉水居然一下子就治好了我的伤，感觉浑身更有力了。这恐怕就是我进出灵泉空间的钥匙了。这是能让我家翻身的宝贝啊！带些其他种子来，都种着试一试。灵泉催长，品种也被改良了，汁水真足，能卖不少钱。小伙子想钱想疯了，人家都卖2、3块，你卖8块，你能卖出去算是有鬼了。新鲜的番茄和黄瓜，免费试吃啊！这黄瓜好鲜好嫩，好清爽啊！老板，帮我拿5斤番茄。老板，帮我拿5斤黄瓜。这是我吃过最鲜嫩的黄瓜了。老板，我要2斤番茄。这些蔬菜我全要了。我是开酒楼的，刚才手下给我尝了尝你的蔬菜，品质太好了，剩下的全给我，我给你10块1斤。王总，还是排队吧，这些顾客先来的。老板，你真帅。他们买完估计就没了，你能稳定供货吗？咱们长期合作，只要都是这个质量，以后你有多少我收多少，这个没问题。爸这个月的要钱够了，另外得赶紧种菜了。380块，这么多钱哪里来的？我在山里挖了几筐野菜，刚好镇上有酒楼专门收。妈，这钱你拿着给我爸抓药，剩下的补贴家用。靠卖点野菜赚钱也叫出路。明天就给我报名复读。爸，我不复读。实话跟你说，镇上饭店跟我100斤的菜，我得种出来给人家送去，以后还会更多。100斤的菜，你去哪里种出来啊？妈，咱家不是还有3亩地闲置着吗？我等下就去拾掇出来。简直胡闹！烂石头地怎么可能长东西？老子在家吧。陈子回来了，听说在镇上卖菜赚了不少啊。这是考不上大学，准备当农民啦？他三叔，
你来有什么事吗？城里大老板找好看的山石头呢，做成摆件。你们后山那块荒地，我刚好能挖点石头出来。算了，你家也没个大学生，估计不懂这个。那块地租给我，1年给你们500块当租金。以后陈子估计也就是去送外卖，你们家困难也算帮衬你们了。我们家的地不出租，我还要垦荒种菜。种地？陈子，你还真想当一辈子农民种地呀？农民种地没什么不好。嫂子，你家现在是陈子说了算？陈子说不租，那就不租。好，好，我倒要等着看看你的石头地能种出个卵来。给我把锄头放下！种地能种出什么名堂来？那我就种出来给你们看。没人，正好试试灵泉的力量。果然有用。林家娃子，别白费劲儿了，这石头地种啥死啥，白费力气。种不种得成，试试才知道。哟，陈子垦荒回来了，去折腾那石头地，我看你是考不上大学，魔怔了。等种出东西，三叔别眼馋就行。眼馋？我倒要看看你能种出个屁来！我的娘哎，这石头地怎么全冒嫩芽了？啥嫩芽？我看就是打了有毒的催生药、激素。这种菜长得越快，毒性越大，吃了要出人命的。三叔，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说有激素，咱们就请镇上农机员来测，测出来没问题，你当着全村人的面给我这菜苗道歉。测就测，我还怕你不成？都散了吧！土壤、菜苗全合格，没半点违规农药和激素，反而这菜苗根系壮，长势好，比普通菜苗强出一大截。三叔，来给我家菜苗道歉吧。是呀，林老三，愿赌服输，赶紧给这菜苗道歉。小陈子还真是有本事，在这石头地里把苗子种得这么好。苗好算什么？能不能活到收还不一定呢。这山脚地一场暴雨就全冲没了。小莲，他说的没错，3天后有特大暴雨，你这地正对山口，得赶紧提前做排水，不然菜苗大概率保不住。够挖深点儿，凳子加固，应该能扛过去。快，把石头堵在排水口上，河沟那头也给我扒窄。暴雨来，水排不出去，我让他3亩地全变烂泥汤，跟我斗，嫩了点。怎么堵成这样？不知死活的东西！怎么办？这事要发生了，小陈子就在山根儿。不行，我去帮他。别管我，把我那件旧军用雨衣给他送过去。好。去了跟他说，山洪是会吃人的，为几亩石头地，不至于拿命冒险。陈子，你爸让我给你送雨衣。他嘴上骂你不知死活，转头就催我赶紧送过来。妈，你快回去看着家里，这雨太大，别把家淹了。我在这儿没事儿。不好！不管了，试一试。给我稳住！太好了，能扛过去了。邪门了，这么大的水，他家菜苗居然没事儿，还越长越旺了。我家菜苗全冲没了。这林家娃娃到底用了啥法子？肯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地势低，水都往他家流，没冲毁才怪。不可能啊！这土壤结构和根系抓力完全违背了农业常识。三叔，强子哥，你们家地没事吧？
哼，你管？走，强子，我们回去。爸，他家苗子怎么没烟？真是见了鬼了！没烟也没事儿，我让他一颗菜也卖不出去啊！我大学里有人脉，我同学的亲爹在镇上是个人物，我让他爹帮忙发句话，镇上的饭店、菜场就没人敢收林晨的菜。真的？还是咱家的大学生行啊！妈，等下得跟我一起去摘菜，傍晚前我得送到镇上去。好，好，好，太好了，我儿子真有本事。小林啊，实在对不住，你这批菜我们酒楼不要了，你再找找别的销路吧。王总，我方便问一下是为什么吗？我也不瞒你，镇上有人打了招呼，不让收你的菜，而且不只是我家。王总，希望您今后别后悔。怎么了？饭店那边说有人打了招呼，不让收咱家的菜了。是谁要害咱们家呀？除了林老三，还能有谁？哼，我早就说，光会种地有什么出路？你不念大学，出了麻烦事儿，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哼，我看倒是更好，这地别种了，赶紧去复读。可那上百斤的菜都要烂在地里呀！烂在地里不可能，镇上卖不掉，我就去县城卖。你找谁卖去？你连大学都没上，你认识谁呀？陈子，县城那么大，你人生地不熟的。妈，放心吧，这么好的菜，不可能卖不出去。走走走，这不让摆摊儿。咱们要做的是精品菜，这些食材还够不上标准。等一下，这黄瓜都是自己种的，可以试吃。这黄瓜的味道倒是清爽沁人。这黄瓜你还有多少？还有番茄，也可以试吃。老板，这种没来路的菜品可能都没有农残检测的，万一出问题，我们清河食主是全县最好的精品化餐厅，要对顾客负责。我们需要做一下农残检测，你不介意吧？当然不介意，随便检测。不仅是零农残，维生素、膳食纤维配比也比先前订的那些有机蔬菜好了几倍。快请那位林先生。林先生，报告已经出了，您家的菜不仅零农残，而且品质远超各类有机蔬菜。叫我凌晨就好。好，那凌晨，你这批货有多少？我全要了。价钱好商量，你要有更多货，我都能吃下来。要是能跟我签独家，报价还能商量。苏总，那合作愉快。林晨也是有能耐，他家那块石头地儿还真让他给种出菜来了。何止啊，山洪都没冲垮，那结的黄瓜、番茄可都俊得很。这有什么用？卖不出去还不是烂在地里？卖不出去？我可听说了，镇上饭店都不收林晨的菜，可不得都烂地里了。瞎说啥呢，林老三？林晨家的菜可一颗没剩，全卖掉了。你瞎说什么呢？不信你去看，县城来了一辆带冷库的运输车，正在林晨地里收菜呢。怎么可能？镇上不会有人敢收他的菜。镇上哪有这么高级的冷库车？这明显是县城来的大老板。
多谢苏总。我的天，满满一车这就拉走了，这得多少钱啊？县城大老板亲自上门收，这林家娃子还真是有本事。林老三，你不是说凌晨的菜要烂在地里吗？这趟卖了6400多，我留3000买种子。妈，剩下3000多都给你，接下来半年你都不用那么辛苦了。我儿子有本事，一次卖出去不算本事，有能耐就一直卖下去。哼，没话说了，你那3000也别买种子了，拿去复读交学费，明年接着考大学才是正路。苏总，凌晨，我是想跟你聊一聊未来的长期采购合作。苏总，进来聊。凌晨，我也不绕弯子了，你的菜品质出众，我想跟你签长线稳定采购。不过问题是，你的供应量能有多大？苏总要多大？后面半个月我就急需2000斤蔬菜。半个月2000斤，没问题。半个月2000斤你能搞定？可你那块地……我既然答应你，就肯定没问题。你能先搞定这2000斤，我直接跟你签季度采购合同。死老头子就是爱面子。面子。大伙儿放心，种子和培育技术我来出，你们出土地和人工，蔬菜成熟我保价回购，卖了钱利润对半，亏了算我的，赚了大家一起分。保价回收？你家穷的叮当响，你拿什么保价？是啊，他家这情况说保价谁敢信啊？是啊，他爹都摊了这么多年了，全村最穷就他们家了，就怕到时候菜烂在手里都跟着你血本无归。上次苏老板来收菜，你们也看到了，我已经跟苏总签了采购合同，只要菜种出来就能高价卖出去。清河食府是县城的连锁餐厅，已经开到省城去了，你们出去打听。陈子，我信你，我家有2亩地，我跟着你干。小时候我爹生病，还是建国叔给垫了医药费，何况建国叔还是退伍军人，你们家我信得过。凌晨，我也想跟你干，我信你和建国叔，我也一起。我们家之前种过菜，都是贫困户，刚好几个穷鬼凑一起，早晚赔得底朝天。你们放心，咱们一起挣大钱。那底朝天。你们放心，咱们一起挣大钱。这批种子给大山他们种出来，给村里人都瞧瞧。我的娘哎，几天功夫这就都熟了。林家娃娃是有些本事啊，这挂果和成熟比正常要早了半个月不止吧？
品质比我预想的还好，这批货我全收了，后续有多少我要多少。谢谢你，小陈子，这半个月比我之前1年挣的都多。娘，儿子有钱了。一人分付得有几千吧？这仨贫困户跟着林晨，可是真挣到钱了。咱们要不一人分付得有几千吧？这仨贫困户跟着林晨，可是真挣到钱了。咱们要不小陈子，你还缺人种菜不？我这有3亩地呢，也带上我们。你们都考虑清楚了？大山他们都跟着挣到钱了，我们也就没什么担心的了。怎么了，老头子？村里散户各干各的，没个章法，成不了气候。啥意思？要是搞个正经合作社，有固定的章程制度，最好村委也在里面，可能还有点机会。你的意思是让陈子搞个合作社？哼，我可没说，他自己瞎折腾，赔了活该。我年轻时候搞过合作社，好像还留了些资料在那边老柜子底下。我去找。最底下那个抽屉，用牛皮纸袋包着的。妈，这份合作社的资料好齐全啊！是你爸珍藏的，特意让我拿给你。这份合作社的资料好齐全啊！是你爸珍藏的，特意让我拿给你。感谢村长和崔伟，今天也来做个见证。入社就3条标准：第一，2年以上种菜经验；第二，能保证固定出工时间；第三，必须严格遵守统一种植标准。种出的菜我给保底价回收，额外赚的钱按交易量分红，亏了钱算我的。林老三，小陈子办合作社你不参与吗？他连大学都没考上，合作社能办起来？你是林晨同族的三叔，你要入社还不得给你个官当着？嫂子，我也是替陈子担心，他连大学都没考上，现在要办合作社，要是亏了钱，你和大哥怎么弄？都是一家人，我也不能看着他吃亏。这合作社我可以帮忙管管，管理上我也有经验。当年我在县城当保安队长，管着10几号人呢。那三叔怎么回村了？继续在县城当保安队长多好。小陈子，我刚跟你娘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你这合作社三叔愿意帮忙，你让我管财务管运输都行，工资反正你看着给。三叔，入社有规矩，必须有种菜经验。你家3亩荒了这么多年，你自己也没正经种过菜，不符合入社标准，规矩不能破，这是对所有社员负责，不是针对三叔。你跟三叔讲规矩，刚干俩抽钱就摆上架子了。一个高考落赶的毛头小子办合作社，我看你撑不过半个月，早晚赔光散伙。规矩不能破，这是对所有社员负责，不是针对三叔。你跟三叔讲规矩，刚干俩抽钱就摆上架子了。一个高考落赶的毛头小子办合作社，我看你撑不过半个月，早晚赔光散伙。有了这2辆车，咱们以后运菜也方便了。以后订单再多起来，咱们直接买汽车。合作社只收这些菜，你们原来种的那些菜岂不是都白瞎了？可不是嘛，那些菜本来也不好卖，现在全浪费了。掺一些自家的普通菜进去，应该也看不出来。要是能掺菜进去，这能多挣不少钱呢。我看行，他一个毛小子未必看得出来。看出来又能怎样？你爸让我提醒你，村委一定要维护关系，最好合作社每年分一点利润给村委。妈，你帮我问问我爸，要分钱给村委的话，多少合适？还得我传话，你们俩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楼蒙吴叔，掺进去的菜我是不收的，都是用你给的种子长出来的，怎么说是掺的呢？
林家娃子，你不会是不认账不收我们的菜吧？刘伯，你让大家看看这黄瓜个头这么小这么蔫，一看就是掺进去的。哼，天底下哪有种出来一模一样的菜，只是品相不一样而已。如果用了我给的种子、苗子，用了我给的方法，绝对不会长成这样。这明显就是你们掺进去的，你怎么证明？空口白牙一张嘴，你们这是故意刁难人。怎么着？你们这合作社还想打人？不会长成这样。这明显就是你们掺进去的，你怎么证明？空口白牙一张嘴，你们这是故意刁难人。怎么着？你们这合作社还想打人？林家小子这合作社刚开始搞就出乱子了。林家娃子才18、19，他爹摊着也帮不上忙，怕是压不住这阵仗。你这菜绝对是掺进来的。这样吧，村里王婶家的大黄大家都认识，嘴刁得很，咱们把菜摆这儿，让大黄来挑。狗还能分出菜的好坏？好，你说的，大家可都听见了。那咱就大黄找过来，要是大黄分不出来，你就得把菜全收了，还得给我们道歉。王婶家的大黄给你们喊来了。大黄，快吃啊，好吃的！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吴老二、刘老伯，你们这就不地道了，掺菜造假，这是明着欺负小陈子呢。连狗都看得出，你真当我们都是瞎子啊？是他，是李建军让我们干的。狗都看得出，你真当我们都是瞎子啊？是他，是李建军让我们干的。他说掺菜进去没人看得出来，出事了他担着。他是你三叔，他说能掺菜，我们就以为你本来就知道的。你胡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林老三可真不是东西，在背后撺掇这种事儿，还是小陈子三叔呢，这不是暗地里害人家吗？大家都不是瞎的，这些菜是掺进来的，连大黄都能分出来，掺假蒙混是事实。我们把掺的捡出来，剩下的好黄瓜还卖给合作社，以后再也不敢了。小陈子，你是合作社当家，你说怎么处理？合作社有规章制度，掺假蒙混，按规矩清退出社。林家娃子，你也太不近人情了。规矩是为了公平，掺假我不管，就是对老老实实种菜的社员不公平。小陈子说得好，你们在菜里掺了假，我们这些乖乖种菜的可就吃了亏了。菜里掺假，坏的是咱们合作社的名声，以后菜卖不出去，大家都挣不到钱。坏的不只是合作社的名声，更是咱陈家村的名声。林晨的种植合作社虽然刚起步，却是要带着咱林家村致富的，以后都得按规矩来，谁不按规矩，我陈国富第一个不答应。合作社虽然刚起步，却是要带着咱林家村致富的，以后都得按规矩来，谁不按规矩，我陈国富第一个不答应。不就是掺了点菜吗？至于赶人走？没考上大学的落榜生，刚赚点钱就不知道姓什么了。年轻气盛的毛小子，早晚得栽跟头。你们净在这说没用的，人家小陈子可又要挣大钱了。品质全部达标，现在市场行情也在上涨，我不能让你亏了。黄瓜和番茄收购价我都给你涨1块钱。多谢苏总。这是1整年的固定采购合同，以每月2000斤打底，按时交货就行。这次的货款18000，你保质板量交货，我绝不拖欠货款。多谢苏总。听说你们又扩了种植面积，带我去参观参观。好啊，苏总请。张干事，这就是林家村的种植合作社。这种村里的野路子土办法很难做好。清河，那是谁？那是县城清河石宝的苏总苏清河。清河我认识，我是说那男的。那位就是林晨。他不是个高中生吗？连大学都没考上。清河
怎么会跟这种人合作？那是县城清河石宝的苏总苏清河，清河我认识，我是说那男的，那位就是林晨。他不是个高中生吗？连大学都没考上，清河怎么会跟这种人合作？张磊，你怎么在这儿？我刚调到镇农技站当干事，负责这边的技术指导。哦，好巧。清河，你们清河使馆是高端餐饮，供货得讲究科学规范。这种村里的土办法、野路子种的菜，短期看着还行，长久下去肯定出问题，到时候影响的是你们餐厅的声誉。土办法也好，科学办法也罢，能种出好菜，能通过检测，就是好办法。你还真是盲目自信。凌晨的供货一直很稳定，检测全达标，就不劳张干事费心了。张干事，这个凌晨真的有些本事，他种出来的黄瓜和番茄品质非常高。一个落榜生，正经林林大学都没上过，能有什么本事？这些种植方法太粗放了，完全不科学，水肥配比、病虫害防治都不规范。清河还要跟他合作，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对了，我这边急需一批优质西瓜，半个月后就要，你这边能供应吗？半个月可以种出来。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肯定能行。你是在开玩笑吗？半个月种出西瓜，有什么问题吗？除非用药物，用违禁催熟剂。清河，我就说这些土办法不靠谱，这是想拿催熟瓜糊弄你呢。放心，半个月后准时交货，品质绝对达标。真的？那太好了，我按3倍收购价给你算。话别说太满，到时候交不出货，丢的可是你自己的脸。放心，半个月后准时交货，品质绝对达标。真的？那太好了，我按3倍收购价给你算。话别说太满，到时候交不出货，丢的可是你自己的脸。有灵泉水浸泡种子，浇灌田地，半个月种出来足够了。半个月？小陈子，正常西瓜从种到熟得2样月，半个月根本来不及啊！大家放心，你们只要负责种在田里就行。半个月后，等着收西瓜。小陈子既然说了，那就肯定能成。再说了，不管种不种得出，合作社都给钱，你们怕什么？那行，我们今天就种。苏总，半个月真能种出西瓜吗？既然凌晨说可以，那就还是信他。要是今天拿不到西瓜的话，可就糟了。我对凌晨有信心。清河，你来做什么？刚好半个月，我也想来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种出西瓜。都等半天了，怎么还没来？不会是拿不出西瓜，已经躲起来了吧？快看！都等半天了，怎么还没来？不会是拿不出西瓜，已经躲起来了吧？快看！真甜！半个月就熟的西瓜，还长这么大，指不定打了多少催熟剂、膨大剂。你们还想打人？农西站的领导也在，我要举报，这瓜肯定打了催熟剂。既然有群众举报，那我作为农技站干事，必须现场取样检测，真查出问题，这批瓜要全部销毁。我还会如实上报，合作社也要关停整改。张干事，说话要讲证据。凌晨的菜品质一直达标，你不能凭一句举报就乱扣帽子。苏总，你是做高端餐饮的，可别被这些乡里的野路子蒙骗。催熟瓜口感再好也是违规的，砸的是你自己的招牌。没问题，随便测，查出问题我负全责。没问题的话，张干事得给我和社员们道个歉。我只是公事公办，真测出什么来，可别怪我秉公执法了。什么来，可别怪我秉公执法了。
怎么可能？张干事，怎么样？测试结果出了吗？李哥，怎么样？全部合格，零激素，零农残，没检出任何违禁用药，完全符合绿色有机食品标准。凌晨，现在有了检测报告认证，我价格再给你涨30%，专供高端水果双超。老大，咱家专供高端商超那批西瓜销路断了。啥？说是林家村有个种植合作社，种的西瓜品质比咱们好，抢了咱们高端商超的销路。什么背景？打听过了，没什么背景，就是村里一个高考落榜生，上不了大学，种地创业的。一个毛头小子敢抢老子的生意！走，带上几个兄弟，我去会会这个落榜的种地小子。小橙子真是长大了，你可比之前壮实了不少。最近干农活多，练出来了。天天喝灵泉水，我这力量可不止长了几倍。小橙子，不好了！怎么了，大圣哥？我刚听到消息，说几户的西瓜地被人给砸了。我这力量可不止长了几倍。小橙子，不好了！怎么了，大圣哥？我刚听到消息，说几户的西瓜地被人给砸了。住手！老大，那个就是林晨。小子，这一片的水果生意都得经我李峰的手，你敢抢我的高端瓜生意，懂不懂规矩？你凭啥砸我们的瓜？上！想不到还是个练家子。小橙子啥时候这么厉害了？砸坏的瓜照价赔偿，现在跟我去派出所。好小子，你等着！这些赔偿金拿回去补给被砸的那几家。好嘞，小橙子，你怎么打架这么厉害了？没什么，可能最近干农活多，力气长了不少。这些赔偿金拿回去补给被砸的那几家。好嘞，小橙子，你怎么打架这么厉害了？没什么，可能最近干农活多，力气长了不少。今天这事儿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啥？瓜田和菜地的电线杆上都得装上监控。这个好，以后就不怕偷菜偷瓜和搞破坏的了。这块示范田是咱们的招牌，尤其不能出事儿。我晚上叫上2个社员轮流守着。干嘛呢？力哥，我是林家村的，我一直看林晨那小子不顺眼。找我什么事儿？硬来不行，咱来阴的。半夜给他的西瓜地喷上除草剂和毒药，我再传播他菜里有毒，我就不信搞不垮他。到时候这整个县城的西瓜生意就还是您的。你小子够损！就喷这片核心示范地，喷完就走。明天太阳一晒，瓜藤全烂。再散播他用违禁药，他这西瓜就彻底卖不出去了。住手！你们喷的什么药？谁喷药了？我们就是路过，你少血口喷人。就是我们散步路过，你凭啥说我们喷药？小辈儿还敢污蔑长辈，反了你了！谁喷药了？我们就是路过，你少血口喷人。就是我们散步路过，你凭啥说我们喷药？小辈儿还敢污蔑长辈，反了你了！都抓现行了还嘴硬，抓什么现行？光凭你们一张嘴？对，拿出证据来！证据？要不要我把监控录像放给大家看看？从你们进地到喷药，拍得清清楚楚。快看，真抓着林老三了！这下看林晨怎么收拾他。报警，这俩人先押去村委。小橙子，我是你三叔啊！原来你也知道。喷！给我狠狠的喷！太缺德了！我说之前菜苗被毁，谣言败出，原来都是林老三在背后搞鬼，都是本家同族的亲戚，怎么能干出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哼，现在装什么孙子？走吧。小陈子念在你同族亲戚的份上，愿意签谅解书，你就不用戴手铐了。但还有下次的话，数罪并罚。
合作社那片瓜田被你们毁了，按规矩所有损失全额赔偿。林建军，你自己说这事儿怎么办？我全赔，活该，让他天天作妖，这下赔的底裤都不剩了吧？按规矩所有损失全额赔偿。林建军，你自己说这事儿怎么办？我全赔，活该，让他天天作妖，这下赔的底裤都不剩了吧？儿子，下学期的生活费你得自己想办法了，你爹没钱了。怎么会没钱了呢？我在大学刚交了女朋友，正要花钱呢。爸，你能出去借点钱吗？我出去卖血行不行？你比林晨还大2岁，你怎么不自己挣钱呢？小陈子，给农户的赔偿金我已经付了。我爸说你也没什么钱，还要供儿子读书，这钱还给你吧。小陈子，三叔对不住你。村委这间办公室一直空着，就给你们合作社用吧。太感谢村长了，带领咱林家村致富还要靠你呢，肯定不让村长和村委失望。还有个事儿想要拜托小陈子，县里面有个乡村青年创业大赛，还有个种西瓜的瓜王争霸赛。你要不反对，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去露露脸，也给咱林家村长长脸。我当然不反对，参赛还能给咱合作社拓展资源和关系。多谢陈叔。张干事，听说那个创业大赛你也准备报名？我还拉了几个农大的舍友，这次会一起参赛。林晨好像也要参赛，那倒是刚刚好，让这些乡里的野路子看看什么是农大毕业的正规军。林晨好像也要参赛，那倒是刚刚好，让这些乡里的野路子看看什么是农大毕业的正规军。小陈子，咱这瓜品质是好，可瓜王赛上都是各县的新林专业队，又是专家又是新品种的，要不咱就只参加创业大赛，那个有10万块奖金呢。瓜王赛那些花架子，咱犯不上费那劲，别到最后两边都耽误了。创业大赛咱们肯定好好准备，瓜王赛我也想试试，瓜种我再调一调，培育培育。行，你小子有主意，想试就试。需要什么帮助，村里给你当后盾。直接浇灵泉水，提提甜度和个头。先浇这么多，也不知道够不够，明早再来看。糟了，灵泉水浇多了。这要是被村民看见，非得炸了锅不可。村里的大黄可是都爱偷吃这西瓜。跟我来。晚上再来试试，需要控制灵泉水的量。小陈子，你可真是行啊！村长，你看这个能拿瓜王吗？小陈子，你可真是行啊！村长，你看这个能拿瓜王吗？农大血质的新品种就是专业，果形标准，表皮光泽度好，一看就是精细化种植的成果。这是农大团队攻关2年的翠沙麒麟瓜，糖度稳定在13度以上，抗病性强，非常适合本地推广。凌晨怎么还没来？这西瓜也太大了，这得有50、60斤吧？这瓜也太大了，这是什么品种？哼，乡里的农民野路子，光大有什么用？瓜王比的是外形、口感、成分的综合品质。就是徒有其表罢了。62斤8两，本地种植史上都罕见。果形周正无畸形，表皮完好无损伤，外形分绝对是第一。首届瓜王争霸赛外形铲评环节，第1名灵机种植合作社代表队，第2名农大校友代表队，第3名汪光农业集团。第1名灵机种植合作社代表队，第2名农大校友代表队，第3名汪光农业集团。下面进入口感测评。口感测评，咱们麒麟瓜绝对能赢。不错，沙瓤适中，甜度均匀，没有粗纤维渣，专业水准。西瓜培育可不是靠大小博眼球，口感和品质才是核心。这糖度至少15度，入口即化，清香味直钻鼻腔，太绝了！
外形和口感评评结束。为了保证比赛公平，还有最后的取样检测环节。瓜长这么大，说不定真用什么违禁药了。应该说不用违禁药，不可能长这么大。经现场检测，所有参赛队的西瓜全都符合要求，零农银、零激素，全都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现在我宣布，首届瓜王争霸赛冠军，灵犀种植合作社代表队。小伙子，你这种植技术太了不起了！我是农大的周建明，有空去你的种植基地考察学习。小伙子，你这种植技术太了不起了！我是农大的周建明，有空去你的种植基地考察学习。不愧都是农大的高材生，方案很出众。等会儿别紧张，说不清楚也正常，毕竟没上过大学，答辩这种场面你肯定没见过。高中生啊，怕是技术含量不高啊，撑不起创业大赛的台子。简单说说你的项目吧。一个村级种植合作社能有什么创新点？我们灵犀种植合作社核心是本土化优种培育加保价回收模式，解决散户农户卖菜难、品控差的痛点，规范化、规模化农业生产，直接对接高端农产品市场。我们灵犀种植合作社目前带动38户村民，户均月增收2600元，供货覆盖县城12家高端餐饮、32家高端菜场、水果商超。接下来计划拓展省城商超渠道。一个高中生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最关键的是，你们已经切实做出了成绩，带领农民致富了。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刚刚外面的瓜王争霸赛就是林晨他们拿了冠军。下面有请周教授为我们揭晓评比结果。我宣布，本届乡村青年创业大赛最终胜出的是。下面有请周教授为我们揭晓评比结果。我宣布，本届乡村青年创业大赛最终胜出的是。最终胜出者是灵犀种植合作社林晨。林晨还不到20岁，但对农产品种植、农业运营都理解得非常透彻，已经超出了很多农林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更为重要的是，灵犀种植合作社不是纸上谈兵的创业方案，而是已经落地的创业项目，带领农户赚到了真金白银。奖项颁给林晨和灵犀种植合作社，实至名归。10万奖金已经到账了。小林啊，我是必须去你那里考察学习了。周教授您太客气了，欢迎您来指导。另外，最近农业局牵头也在准备建立几个农业示范基地，我很看好你们那里。我去参观的时候会把农业局领导也一起叫上。太感谢周教授了，我们一定好好准备。你们这些农大毕业的高材生，今天都让林晨给比下去了，回去都给我好好检讨。周教授，下次您和农业局领导去林家村，我也跟着去旁观学习一下。好，你是该学习提高了。示范基地，我会让你关门大吉。旁观学习一下。好，你是该学习提高了。示范基地，我会让你关门大吉。本届乡村青年创业大赛最终决选获奖者是来自灵犀种植合作社的林晨。与此同时，林晨也是首届瓜王争霸赛的瓜王得主。这位来自林家村只有高中学历的乡村青年，击败了来自农业大学农林学院的遗。明天就让农业局领导好好参观参观。我研究农业几十年，小林你们搞出的成果也实在是令我刮目相看。陈局长，咱们县的农业示范基地，我看这灵犀种植合作社毋庸置疑可以算一个了。是有什么顾虑吗，陈局长？昨天局里面接到举报，说这林家村的种植合作社使用了违禁农药，还恶意破坏土壤生态，是有什么顾虑吗，陈局长？昨天局里面接到举报，说这林家村的种植合作社使用了违禁农药，还恶意破坏土壤生态。啊，这不可能啊！
我们农机站都来检测过2轮了。既然接到了举报，局里面就必须重视，何况还涉及到县里的示范基地遴选，就更需要调查清楚了。又是张磊背后搞鬼吧？这片地被灵泉水滋养过，肯定不会有问题。既然农机站吴站长也在，那就现场安排一轮检测吧。小林，你这样的态度非常好。我们灵犀种植合作社坚持绿色种植，经得起任何检测和调查。哼，我来安排检测，今天也是刚好，检测设备都在车上。结果出来了，怎么样？全部合规，菜苗样本合规，土壤水源样本也都合规。而且这块地土壤各方面的营养指标都远超县里平均水平了。哈哈哈哈！我就说小林的种植技术不一般，连地块肥力都比别处强。看来这示范基地的牌子不得不给你一块了。多谢陈局长认可，多谢周教授、吴站长。对你们的恶意举报，我回去也要调查清楚。看那个监控。对你们的恶意举报，我回去也要调查清楚。看那个监控。我宣布授予林家村灵犀种植合作社县级农业示范基地的称号，并发放专项补贴10万元。过几天还要有一个正式的挂牌仪式，到时候县领导和记者都会来，我们一定好好准备。果然不出我所料。陈局长、吴站长，这里有段监控视频，我想有必要给你们看一下。张磊，你好大的胆子！不是我干的，你干什么了？我还没问呢。吴站长，这真不是我，你敢嘴硬？虽然戴着口罩和帽子，但这走路姿势和身形不是你是谁？你拎着的桶是咱们农机站专用的，我回去就查监控，看到底是不是你。张磊先停职反省，等待调查结果。张磊原本打了报告，想要调回农业局。这事情也还是放一放，等吴站长的调查结果吧。这事情也还是放一放，等吴站长的调查结果吧。凌晨，很多人说高考落榜就是人生失败，你作为乡村青年创业带头人，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高考是人生的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把地种好，把菜种好，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一样是能站稳脚跟的人生答卷。说的太好了，凌晨说得好。瓜王争霸赛、创业大赛，还有这次的示范基地奖金，合起来咱们合作社账上又多了25万。25万，咱们跟着凌晨干有奔头。我的想法是不着急分红，咱们投入生产，采购耕地机、运输3轮车，修建种植大棚。好，我们支持。这是你儿子找了周教授，人家给推荐了老中医的方子，快点喝了。既然是周教授推荐的，那我就试试。希望这灵泉水对我爸的腿也有帮助。爸，合作社能这么快办起来，还得谢谢你当初给的详细资料。别得意太早，这点成绩不算什么。订单说取消就取消，市场说变就变。你爸就是嘴硬，小陈子都能挣几10万了，市场说变就变，他作为大老板不会跟着变吗？妈，我现在有点钱了，想把咱家老房子翻盖成3层小楼，你和我爸也住得舒服点。盖小楼那得花太多钱吧，你还是省着点儿。放心吧，你儿子有数。我儿子有本事，咱家日子越来越好，接下来也得替儿子考虑婚事了。男孩子还是事业重要。凌晨，大老板，忙完没有？凌晨，大老板，忙完没有？凌晨，省城花莲商超的采购总监联系过来，对你的西瓜和菜很感兴趣。这个要是能谈下来，会是一笔很大的订单。是那家大型连锁的花莲吗？对，就是他们家，他们的采购量都是按吨来的，给出的首批试采购量是5000斤菜品。凌晨，5000斤的试采购量不小，你现在吃得下来吗？也是刚巧，我新订了一块20亩的地，是一个苗圃老板转手租给我的。那块是块良田，不用开垦，我直接拿来上花莲双超这笔订单。太好了！
小陈子，不好了！别慌，什么事儿？新租的那20亩地，苗圃老板反悔了。这个节骨眼儿，那块地不能出问题。小林，真是对不住，有外地客商出了2倍价格，把村东那片地全包了。我也是没办法，做生意嘛。周老板，咱们半个月前就约定好了，你不能说反悔就反悔啊！咱们合同没签，定金没付，口头约定都不算数的嘛。要是真想租，村西头还有20亩港坡地，在我手里还有10年租期，也能转给你。那块港坡地遍地碎石子，土层薄的能看见石头，那里能种出什么？哼，我就剩那块地了，你们不想租就算了。那块港坡地你要愿意租，我可以给你打个8折。8折？你那块地早就烂手里了，根本没人要。别人不要，但是我有用啊。那块港坡地我可以租，而且是租10年。你说什么？你那块地早就烂手里了，根本没人要。别人不要，但是我有用啊。那块港坡地我可以租，而且是租10年。你说什么？不过那块地太差，租金还需要降，我最多给你1/5的报价。1/5太低了些。1/5报价，租10年，且10年租金一次性付清。你要愿意的话，今天就签合同；不愿意的话，我们也就告辞了。小林总真是痛快，就按你说的办。周总，这次多谢你帮我出这口恶气。不必跟我客气，我家苗圃生意还多亏了你爸照顾。我给他的那块地，就是再能折腾也种不出什么名堂。这傻子，居然还一口气租了10年。林晨把我的铁饭碗搞没了，还有清溪，我不能轻饶了他。放心，我帮你出气。小陈子，这地真能种出菜，我看悬呀！这不纯扔钱吗？而且你怎么还签了10年？我家山根上那块石头地，可比这块港坡地还差呢。放心，地是死的，人是活的，租金这么便宜，咱们签10年稳赚不赔。租金确实不算贵，但是小陈子，你为什么非得10年租金一次性支付啊？周茂很怕我反悔，我也怕他反悔呢。他要反悔的话，得按3倍赔偿，那就是30年租金。你为什么非得10年租金一次性支付啊？周茂很怕我反悔，我也怕他反悔呢。他要反悔的话，得按3倍赔偿，那就是30年租金。石头怕是太多了，光靠灵泉水还搞不定。找大黄来帮忙。这哪是地呀，简直是乱石堆！小陈子这笔买卖怕是要赔了。小陈子，人工清理石头最少得半个月，赶播种期根本来不及了。大山哥，帮我弄2桶麸皮来，可以添些剩菜、剩饭、西瓜进去。干啥用？喂大黄啊！还想吃的话，帮我捡石头，吃了鲜水泡过的饭，浑身有劲儿。兄弟们，跟我干！老大，这能再换一盆鲜水饭不？这比人刨的还利索。陈子，你这脑子咋想出来的？再准备几桶吃的。老天爷，这真是之前那片烂石地。这菜长得比俺家良田的还好嘞！你看这黄瓜，哪像荒地里长出来的？咱们小陈子，怕不是有什么种地的祖传本领？等这批菜成熟了，就能拿下花莲商超的订单了。怎么可能？这块地要是拿来种族谱，我也要发了呀！这块地能不能给他硬收回来？周总，您登门是有什么事儿？小林啊，那块港坡地是苗圃重点规划地块，之前合同签的草率，现在公司要统一收回。我们地都开垦完了，菜都种上了，现在说收回？我不让你们吃亏，租金我退给你，再按之前谈过的定金，我额外补偿给你。我周某人是讲规矩的生意人。好，那咱就讲规矩，按照合同约定，3倍退钱。不过周总可能忘了，我可是一次性付了10年的租金。什么意思啊？现在要收回那块地，得按30年租金退给我，白纸黑字，周总自己签的字，这条款不会没细看吧？
不行就走法院，但打官司这1年半载，那块地你不能种。周总自己签的字，这条款不会没细看吧？不行就走法院，但打官司这1年半载，那块地你不能种。对了，你苗圃北边那片玉炼地，听说偷偷改了建筑用地，要收地就按合同退30年租金给我，额外还要补偿菜钱。周总要走法院也可以，我也不介意去走走林业局了。小林总，咱们有话好好说，都能商量。大山送客。合作社账上的存款、租的地、买的设备、大棚，再加上订单总价值，稍微加一加，总资产也过100万门槛了。所以我现在也算是个100万富翁了。这还只是个小开始。周总，就这样算了？你是农大的高材生，你跟我说那块地不可能种出来，林晨怎么给种出来了？周哥，我不能放过林晨这小子。他现在拿着合同，还拿着我把柄，暂时按兵不动。别急，日子还长。周哥，镇上有个卖菜的李虎，你是不是认识？认识，之前被抓了，刚放出来没几天。我知道他。周哥能帮我递个话吗？什么话？李虎刚放出来，应该也着急赚钱吧？倒卖灵犀蔬菜，应该能挣不少钱。灵犀蔬菜的独家经销权不是在清河石工手里吗？灵犀蔬菜只是个名字而已。你是说假冒？李虎跟林晨有过节，他会很乐意干的。林晨，县城好几家店都出现了仿冒咱们品牌的劣质菜，顾客投诉都传到我这儿了。再不想办法，灵犀蔬菜的名声就坏了。哪个缺德的干的？这不是砸咱们招牌吗？先别慌，你说的仿冒蔬菜长什么样子？有样本吗？我带了一些来，在后备箱里。这明显不是咱家的菜。可他们用了灵犀蔬菜的包装和名头，买菜的顾客分不清。别急，我想下办法。这明显不是咱家的菜。可他们用了灵犀蔬菜的包装和名头，买菜的顾客分不清。别急，我想下办法。灵泉水种出的蔬菜含有更多的营养活性物质，能不能把这种营养活性物质做成一种防伪手段呢？明天去找周教授，他是农业专家，肯定有办法。小林，你的判断没错，你们的菜营养活性物质更多、更活跃。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做成一种防伪手段？理论上来讲，实验室的检测手段是可以转化为低成本的试剂或者试纸的。小林，给我点时间。多谢周教授，我等您消息。这道明显的柔光就是灵犀蔬菜的防伪标识了。太好了，太感谢周教授。小林不必客气，这也算是我们团队今年的重大研究成果。我回去立刻安排媒体和门店宣传，就说市面出现仿冒灵犀蔬菜，官方统一提供检测试纸辨真假。我们多预备一些试纸，所有合作菜商、超市都派发一批，进货、售卖都能测。暂时先紧急这么安排，先稳住顾客口碑。另外，在后面搞鬼做假冒菜的人，一定得揪出来。你来的更好，仿冒菜已经基本控制住了，菜贩和顾客都能通过试纸辨别真假。那就好。另外，假冒菜背后的人也有线索了。说说看。有人在全城找同款试纸的生产渠道，还开高价收试纸配方。终于露出马脚了，但还查不到具体是谁。你有什么盘算吗？你帮我放消息在市场上，就说成交的纸聘厂有灵犀试纸的专利技术，可以接单定制。引蛇出洞。对方上钩了，还是先联系好市场监管部门。你帮我放消息在市场上，就说成交的纸聘厂有灵犀试纸的专利技术，可以接单定制。引蛇出洞。对方上钩了，还是先联系好市场监管部门。老大，约的就是这里，咱们稍等下。搞定试纸，咱就能接着卖灵犀蔬菜了。都别动！原来是你！原来是你！警方刚传来消息，李虎售假牟利数额较大，已经正式立案了。希望这次3进宫他能关得更久些。还有一个消息，李虎供出了一个人，在背后给他出谋划策的周茂。果然是他！不过周茂没有实际参与，警方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周茂这笔账先留着，等搞定花莲窗超这边的生意，就去研究下周茂的苗圃生意。这几只鸡是怎么了？以前一天能有5、6个蛋，现在一天才2蛋，越养越回去了。妈，我菜田边上有些牧草，长得又肥又壮，回头我割一点回来，给你当辅料喂一喂，兴许就下得多了。后山的草遍地都是，鸡都不爱吃，能管什么用？灵泉水太猛，可不敢灌太多。小陈子这些牧草
长得还真是好，不过拿来喂鸡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小橙子这些牧草长得还真是好，不过拿来喂鸡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小橙子这是给的什么墨草啊？吃了怎么下这么多蛋？我的老天爷，这蛋怎么还闪着金光啊？老头子，你快看，这么多鸡蛋，怎么还是金色的？吃了小橙子给的茂草当辅料，鸡就下个不停，还都是金鸡蛋。别是有什么问题吧？把老花镜递给我。这什么话？小橙子给的茂草肯定是好东西。活了大半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鸡蛋，快吃，对你的腿有好处。苏总也在啊，阿姨好，您叫我清河就好。哎，好，我给小橙子送午饭，清河你也一起吃吧，就是别嫌弃阿姨的手艺，毕竟你是饭店大老板。怎么会呢，阿姨，我刚好饿了。好香啊！尝尝咱自家鸡下的蛋，橙子弄的牧草味的，香得很。这可是金鸡蛋，金鸡蛋。这鸡蛋口感也太鲜太香了。阿姨刚刚说是用什么牧草喂的？是小橙子给的牧草，鸡吃了就下了金鸡蛋。牧草还有吗？供货给我，我按高价菜来收。阿姨刚刚说是用什么牧草喂的？是小橙子给的牧草，鸡吃了就下了金鸡蛋。牧草还有吗？供货给我，我按高价菜来收。那是草不是菜，怎么能按菜价收？苏总要货，我不收你钱。不，生意归生意，清河使馆想长期采购你的牧草。这道黄金炒蛋绝对能成招牌菜。也是想不到，这田边的野草也能被小橙子给卖出去。不管是什么，在小橙子手里都能种成黄金。黄金炒蛋真的成了招牌菜，这个月清河食坊的营收涨了30%，多半都是这个炒蛋带动的。凌晨，真的是多谢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卖你牧草我也没少挣。这是花莲商超那批货？对，花莲商超5000斤的试采购订单，这批货很重要，我一直在盯着。马上要交货了，确实不能出问题，关系到后面每年上万斤的大单。苏总放心，这批菜刚好成熟，我们明天开始安排采摘，冷链车也都订好了，准时送到省城。这是干啥呢，小橙子？妈，这是洗衣机，以后洗衣服就丢里面。这台大电视直接摆我爸那屋，冰箱你就搁厨房。儿啊，这得花不少钱啊！婶儿，小橙子现在是我们老板，不差钱。小橙子，比定的时间晚了1个小时了，冷链车怎么还没到？先别急，我去打个电话。实在对不住林老板，车队今天中午临时出了故障，今天所有车都排不了单，你找别家吧。实在对不住林老板，车队今天中午临时出了故障，今天所有车都排不了单，你找别家吧。周总，我们车是提前订好的，定金都交了。今天真没办法出车了，定金会按合约3倍赔给你。喂，再打一架试试。小橙子，到底怎么回事？冷链公司放我们优子了，我又打了另外几家的电话，都说今天出不了车。怎么办？这菜都采摘了，拖着可就不新鲜了。花莲超市那边还等着收货验货呢。先别着急，我跟苏总通过电话了，他正在找关系，联系省城的冷链运输。我来了，我找了省城的冷链运输，但是明天才有运力。咱家菜都摘下来了，现在这天气，干等1天可就不新鲜了。还有件事儿，我打听清楚了，是省城的蔬菜批发商赵春林干的，他靠关系和砸钱，把这2天周边的冷链运输全包了。他是谁？为什么害我们？他在抢花莲创超的夏季度订单，他是从周茂那里听说了花莲创超在你们这儿试采购，是想逼着你们交不了货。又是周茂，你等着。冷链运输明天才到，花莲商超那边能否宽限1天？我去沟通下应该可以，但你的菜都采摘了，等到明天交货就不是最佳状态了，会影响花莲对灵犀的综合评估。能延1天就行，菜的鲜度问题我来想办法，肯定能保住。
大山哥，把菜全部转移到仓库里面，不要摞起来，全部平放在地上。小陈子，就这天气，平放怕是也不行啊。没事儿，我想办法。这菜怎么比昨天还新鲜？王总好，实在抱歉，让您多等了一天。没关系，苏总跟我打过招呼了。听说你是昨天采摘的，今天菜才送过来，是要给王总送枯了的菜吗？王总，等下还是看看我的菜，绝对新鲜。哦，真是昨天摘的？确实是昨天摘的，运输上碰到了问题，所以今天才送来。王总，先看看菜吧。这多放了一天，还能这么鲜令？怕不是用什么药了吧？林老板，不介意我们抽样检测吧？当然了，合规检测本就是必要的步骤。林老板，你这菜的品质大大超过我的预期，还是在多放了一天的情况下。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把之前跟你谈的月供货量从1万斤提高到15000斤。王总，你不要看下我家的菜吗？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把之前跟你谈的月供货量从1万斤提高到15000斤。王总，你不要看下我家的菜吗？看过林老板的菜，其他家的菜也就都没必要看了。我在行业里干了这多年了，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每月15000斤，压力有点大，但应该能搞定。为表诚意，我可以先给第1季度的预付款54万，直接打给你。太感谢王总，每月按15000斤供货，我们没问题。走，我们去办公室详聊。林老板，那我们花莲商超和灵犀蔬菜的采购合作算是初步定下来了。王总放心，我们灵犀供的菜绝不会有一颗是坏的。不过我还真是有些好奇，你们昨天送货被耽误了，到底是谁搞的鬼？这是摆明了想要阻拦花莲和灵犀签约。王总跟几家冷链公司打听一下，其实也就清楚了。此事，花莲一定会查清楚。什么？花莲要终止所有合作，永久拉黑？凭什么？完了，那堆冷库车花了几十万，现在又丢了花莲的所有单子，银行贷款等着还，完了，全完了。预付款就打了54万，咱们合作社真的有钱了，将来还会更有钱。现在公账上流动资金还剩多少了？个十百千万10万，别数了，140万存款，现金流还算充裕。先把仓库改造成冷库，以防止再碰上类似极端情况。另外，刚好下午要给社员农户分红，每户额外分红10%。小陈子，现在还能入社吗？我们也想跟着挣钱。欢迎。小陈子，现在还能入社吗？我们也想跟着挣钱。欢迎。签下花莲烧超的订单，咱们将来就只愁忙不过了。各位乡亲，咱们好好干，年底的分红只会更多。这是小陈子合作社的记账本吧？正好在床头，我拿着看看。小陈子现在本事大得很了，合作社的农户到年底一家能分几万呢。他还说，要是咱俩嫌盖房麻烦，就直接在县城买套房，让咱们去养老呢。这可使不得，我去外面也住不惯。我当然给拦下来了，但我也打心底里开心。这些事情原来咱们可想都不敢想。是儿子回来了，儿啊，你买这个干啥？我这次去省城出差，这是合作方为了巴结我，主动送给我的。我儿子有本事，生意越做越大，已经有人要巴结你了。要感谢爸妈指导我开合作社。我能知道啥？你要感谢你爸。人家不会平白无故送礼，你做生意一定要诚信守规矩，不能收了礼就干坏规矩的事儿。爸，放心吧，你的教导我都记在心里呢。对了，儿子，周教授推荐的老中医真的有用，你爸的腿已经能简单活动了。啊，真的吗？给儿子看看，快点。
想不到给我爸喝灵泉水真的有用。你爸这2条腿都这么多年了，想不到又能动了。那这个中药每天都要坚持喝。租地、假冒菜、花莲商超的订单背后都有周茂在使坏，是时候关照一下周老板的苗圃生意了。租地、假冒菜、花莲商超的订单背后都有周茂在使坏，是时候关照一下周老板的苗圃生意了。周茂的风貌苗圃现在核心利润早就不在苗木上了，高端花卉和正奇采购才是他的基本盘。不错，既然要反击，就从他最赚钱的生意下手。你真想切入花卉市场？他3番5次想坏我们的生意，那也就别怪我们跟他争花卉市场了。我再做一轮更深入的市场调研。苏总，多谢你，要是没有你一路帮忙，我们灵犀也起不来。凌晨，你叫我清河也行。我的乖乖，一盆花就能卖上万，比种1亩菜都赚得多啊！这个周老板还真是大奸商啊！高端花卉利润高，高端兰花动辄10几万，所以我们更应该介入。一盆花10几万，要顶几大车的菜啊！10几万就把你吓成这样？早年间的天一河、光明店，拍卖价动辄就要100万往上了。100万，这得买多少菜啊？可周茂的花卉生意这么多年，根基深，你之前又没种过花卉，咱们贸然进去，真的能行吗？他根基再深，也是靠渠道关系，不是靠品质。后山的野兰花我看过，底子不差，用咱们的培育方法养出来，品相绝对能超过他的货。小陈子说能成，那就一定能成。听你的，但启动之前先把手续办全。明天你跟我去趟县林业部门，把野生植物人工繁育证明、种苗生产资质都办下来。对，合法合规经营，不给别人留把柄。是野生下山兰。是野生下山兰。好香啊！抱歉，我没看见你。就这品相，拿到县城和省城绝对抢着要。周茂还是有些本事，县城和省城的高端买家他已经接近垄断了。2周后省城蓝展，只要咱们拿个金奖，就能绕开周茂的那些关系，直接打开省的高端销售渠道了。我有信心。林晨一个种地种菜的，还想玩兰花，他懂这个吗？周总不能大意，这小子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还是有些邪门。兰花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这玩意儿门道多了去了，还真当是种菜呢。我打听过了，他们准备参加蓝展，说明手里已经有兰花了，还是不能大意。一个种菜的要参加蓝展，说明手里已经有兰花了，还是不能大意。一个种菜的要参加蓝展，我的兰花可都是农林专家博士培育的，品相造型都是顶级。那小子正经大学都没上过，看得懂兰花吗？不会是拿个菜来参赛吧？周总，还是要提防着点，万一他们拿出的兰花真的很不错呢？既然他们要参加蓝展，那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好货。怎么说？省城有个藏家是我朋友，他手里有一株墨玉麒麟，是京城农林大学博士站培育的，我可以借过来参赛，我再花点钱打底一下，金奖稳拿。既然周总有安排，我就不担心了。放心吧，兰花门道深，真不是他一个高中生玩的串子。他的兰花是哪里来的？我听说是山里挖的，然后又自己培育。那他可能根本进不去蓝展。抱歉，林先生，您的参展证暂时作废了。为什么？主办方接到举报，说您参展的兰花是违法野生采挖的。周总，您稍等，我们的手续还没干完呢，不知道排队的吗？抱歉，周总是我们的 VIP 参展嘉宾，另外林先生的参展证还需要核查。怎么了，小林总？不会连门都进不去？小孩子学着点儿，兰花这门道可深得很。怎么了，小林总？不会连门都进不去？小孩子学着点儿，兰花这门道可深得很。抱歉，林先生，让您久等了。我们接到举报是必须认真处理的。我们的参展兰花手续都齐全的。您如果能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可以帮您补办参展证。这是林业部门开具的人工繁育证明，还有种苗生产资质，还有这些，您都可以仔细查看。
抱歉，林先生，您的参展兰花各方面都合规合法，这是您的参展证。是谁背后投诉我们？除了周茂，还能是谁？多亏了亲属，咱们的各种手续和证明早就办齐了。还要多亏了你的示范基地招牌，还有农业局陈局长帮忙说话，否则这些手续也很难这么快办下来。怎么还真给他们混进来了？白总啊，展位是你负责管理吧？帮我个忙啊！把你塞在最角落，进了展厅也是白搭。太欺负人了，把咱们塞到这种地方，谁能看得见？只要东西足够好，位置并不重要。把你塞在最角落，进了展厅也是白搭。太欺负人了，把咱们塞到这种地方，谁能看得见？只要东西足够好，位置并不重要。花形周正，墨色油亮，墨玉麒麟，好啊！好香，连蝴蝶和喜鹊都招来了。这香气比墨玉麒麟还醇厚清正，盯住了这里所有的兰花。香气轻而不浊，好绝的一株下山兰。叶片舒展挺拔，花形灵动雅致，透着天然野趣。品相、香味、气韵都是上乘，难得这份天然灵气。我宣布，恭喜本届兰展金奖得主。难得这份天然灵气。我宣布，恭喜本届兰展金奖得主。恭喜本届兰展金奖得主灵犀种植合作社凌晨。各位老板放心，我们风貌的花卉质量绝对1顶1，别家都没得比。这次兰展金奖好像是另一家吧？小林总，您家的兰花太好了，我们酒店需要采购。除了兰花，灵犀是否也有其他花卉？周总，怎么样？兰展的金奖是不是已经到手了？金奖个屁！林总，兰花预定金10万打过去了，您查收。太好了，想不到参加了一次兰展，直接签下了几个花卉大班。刚好有2块地空出来了，回去就安排种植。刚刚你谈的价钱是2100苗，那就是大概6000块一株。刚刚4个兰花意向订单加起来快400株，那就是200多万，还有其他花卉订单呢。林总，你好有钱啊！周茂一个兰花订单都没捞着，他估计郁闷呢。他之前垄断了县里的关系和渠道，想不到咱们直接从省城撬开了市场，还是兰花高端市场。他在县城的生意，我也会一口一口吃下来的。凌晨，我觉得你好厉害。展开说说。很多人都知道兰花生意赚钱，但都没有你的培育技术，而且你眼光准，下手时机也准。要是没有苏总帮忙，我也不会这么顺利。哼，到兰花生意赚钱，但都没有你的培育技术，而且你眼光准，下手时机也准。要是没有苏总帮忙，我也不会这么顺利。哼。凌晨带着陈大山和合作社农户开启了花卉苗圃的规模化种植，除了精品兰花、蝴蝶兰、绿萝、红掌、发财树等，也在凌晨灵泉水的浇灌下铺满了田地和大棚。想不到因为一株兰花，就拓出了一条年产值几百万的花卉生意线。真是邪了门了！这些蜂蝶都是哪儿冒出来的？尤其这些蜜蜂，完全也不蜇人。咱们的花养分足，蜜也甜，蜜蜂自然爱来。快看，这里好多蜂蜜！哇，好甜的蜜，比超市的蜜香10倍。既然蜜蜂愿意在这儿安家，咱们不如干脆正式养蜂。棚里花多，蜜源足，既能给花授粉增产，又能产蜂蜜卖，多一条营收路子。棚里养蜂是好事，可万一蛰着来买花的客人咋办？放心，吃咱们花蜜长大的蜜蜂有灵性，不乱蛰人。好，又多了个挣钱路子。放心，吃咱们花蜜长大的蜜蜂有灵性，不乱蛰人。好，
又多了个挣钱路子。来，这些蜜蜂好像很听你的话哎。你们怎么还养上蜜蜂了？我刚进来还吓了一跳。别怕，它们很乖。你连蜜蜂都能指挥，也太神奇了吧！是咱们的花蜜甜，它们听话。这蜜真不一样，花香味太浓，比我之前买的进口蜜都强。我是从省城开车过来的，就为了这蜂蜜。我是从省城开车过来的，就为了这蜂蜜。咱们在省城的订单基本都被灵犀抢走了，县里的订单也开始松动，尤其是政企和高端酒店的。凌晨一个大学没上过的泥腿子，之前也没种过花卉，怎么可能上来就把花卉种这么好？你什么意思？说不定他藏了什么秘密或手段。会是什么手段？特殊的种子、苗子，或者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营养液。他2个新花卉大棚还没来得及装监控，咱们去谈谈。他抢了我好多蝴蝶兰的生意，我去挖他2株蝴蝶兰，倒要看看有什么蹊跷。我来帮忙。妈呀！蜜蜂！谁干什么的？走，快走！给我放话出去！谁敢从灵犀进花卉，我风貌原主立刻永久停工！以后老子的货，他们一颗都别想拿到！可是，没有可是。老板是不是气晕了？本来客户和订单就在流失，他还要放话出去威胁，这不是把客户全赶跑了吗？本来客户和订单就在流失，他还要放话出去威胁，这不是把客户全赶跑了吗？妈，咱这房子真的应该重盖了。我之前说想盖3层小楼，也被你和爸拦下来了。不是怕你花钱吗？妈，合作社的账本和分红，你和爸不是看过吗？我给社员1年能分10几万，咱家还差这点盖房子的钱。主要是你爸对这老房子有感情，不舍得推倒重盖。那这样，我明天跑一趟村委，看有没有什么法子。什么法子？就是还留着老屋，但也能盖个3层小楼啊。要是那样，就太好了。新房子终于开始动工了。爸，你怎么出来了？我既然能下地了，就要多活动活动。你爸是不放心，出来帮你盯着点新屋。我确实是不放心，他年纪小，没盖过屋。你儿子之前还没种过菜，没种过苗圃，没上过大学呢，现在生意还不是做这么大。你腿再好些，能走路了，就下地去干活，帮小陈子种菜、种花卉。欢迎我爸莅临指导。欢迎我爸莅临指导。小强大学放假了。是啊，村长，我就回村待2天，马上回省城的。回村也可以多逛逛。
你们这些大学生一年回来待2天，村里能有啥变化？小陈子他们家在盖楼呢，你可以去参观参观。他家盖楼，村里最穷就他们家了，撞菜赚了点钱，也不至于盖楼啊。你知道个什么呀？林晨家现在是村里最富最有钱的，小陈子现在是大老板，生意都做到省城，快做到全国了。林总，再会。总，大学都没考上，撞上运气挣点钱，还真以为了不起。恭喜林总，你的灵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多谢你，苏总。都说了，不要叫我苏总，叫我清河就行。还有，新办公室给你租好了，就在我公司隔壁。后面我们公司团队招牌，还得麻烦你帮忙。谢谢那小子话，小你怕图做饭恭候啊。这是什么话？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这个月的订单又被灵犀抢走不少。听说他们的种植合作社已经注册升级成农业公司了。一个落榜高中生，懂个毛线的农业公司！一个落榜高中生，懂个毛线的农业公司！我宣布，从今天起，灵犀种植合作社正式升级为灵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小陈子，再多说2句。我们灵犀农业从林家村山根上的3亩石头地起步，从种黄瓜和番茄开始。现而今，灵犀总种植面积260多亩，涵盖精品蔬菜、精品水果、高端花卉3大板块，带动村200余户农户参股就业。今年，我们的产值将突破800万。你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儿子都正式邀请你了，你还非要当面拒绝，现在又偷偷过来看。我是怕他骄傲得意忘形，虽然有了点成绩，还是要时常警示一下。泥腿子出身，刚赚2钱就飘了，一个高考落雁生，懂什么公司运营？还注册个公司？趁他刚起步，直接给他彻底打趴下。你有什么想法？商战就要稳准狠，现在最核心的是不能让林晨把花卉的规模继续做起来，一定要压住他的订单量。怎么说？咱们把全品类花卉报价降30%，甚至可以低于成本价卖。我打听过了，他最近扩大生产现金流吃紧，没钱打价格战。扩大生产现金流吃紧，没钱打价格战。他如果不跟着降价，订单就全跑到你这儿了。他要是跟着降价，卖一单就亏一单。不管他怎么选，最终都会撑不住资金链断掉。到时候周总再把价格涨回来，说不定挣得更多。周总，你还在等什么？订单都被灵犀抢了多少去了？现在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现在是你破釜沉舟的时候了。不愧是高材生，你的降价围堵策略我看行。是周总运筹帷幄，这一波周总就给这个高学生泥腿子好好上一个商战课。小陈子，风茂突然搞降价，抢了好些订单过去，咱家散客订单掉了40%。再这么下去，大棚里的花都要砸手里了。要不咱们也降点价？不降，
散客没那么重要，随时能回来。重要的是镇企大客户，他们对降价不敏感，更看重品质和服务。可咱们不能干等着什么都不做吧？说不定这是我们抢订单的好时候。明明是我们的订单被抢了呀！这里再加一条：晨起大客户季度免费上门养护。周茂那边又在搞买一送一了，3个月包活，死苗免费补发，上门养护，季度换新。周茂的苗子比我们差太多，我打听过了，他低价卖的那些也都是些残次的苗子，现在应该陆续出现死苗了。他那边刚好陆续死苗，会有一堆客户维权投诉，咱们这边顺势推出3个月包活，订单可以全抢过来。上门养护、季度换新这些政策，这是稳住如城企大客户的，提高咱们的竞争护城墙。你们俩太厉害了，说的这些护城河什么的，我都听不懂了。小陈子不也是高中毕业吗？怎么文化水平这么高了？什么破话？买回去不到2礼拜就死了，赔钱！真的是便宜没好货，你们这是骗钱！周总，这2天陆续退货价赔偿加起来要亏小几十万了，再这么下去，资金顶不住了。林晨，你断我的财路，我周茂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痛快！周茂降价降得凶，结果核心客户全跑咱们这儿来了。这周成件订单又涨了3成。周茂这个人输不起，路子又野，明的拼不过，大概率狗急跳墙还会来阴的。他敢来什么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咱们也在节骨眼上。大棚里的花苗都得照看好，要是出了问题，不是丢1、2个客户那么简单了。怕啥？我安排社员轮班守夜，3班倒，不信看不住。太耗人力了，大家白天干活已经够累。不是还有蜜蜂吗？他们也在守着。上次周茂着了蜜蜂的道，再来的话肯定有防护，起不到阻拦的作用了。我有办法，既不用人熬夜，还比人管用。啥？我有办法，既不用人熬夜，还比人管用。啥？别急，去把你的小伙伴都喊来。这饭不能白吃，以后给我当巡逻队。这些小土狗咋了？原来都蔫了吧唧的，怎么吃了顿饱饭就变壮了这么多？壮了好，壮了干活。小陈子，你这是要让狗帮咱们看大棚？看家护院，他们可比人强。小陈子，你可太神了！周总，我弄了4套防风服，厚得很，任何风都遮不透。咱们后半夜过去，把他值钱的花苗全毁了，让他交不上省城的订单，绝对赔死他。你一个农大毕业的高材生，也会用这些接地气的手段？对付泥腿子就得用泥腿子的办法。管他是不是泥腿子的办法，抢了我的生意，你也别想着活。等下进去，专挑兰花和蝴蝶号把，那是省城的政企大订单，全给他毁了。动作快点，完事赶紧走，别被人撞见。怎么有狗？别咬我！走开！快跑啊！我们不能被人抓住！哎呦，我的腿！
大黄，你怎么这么猛？那几个人直接掉沟里了，后面那人瘸着腿，也不知道被那条狗咬的。大黄最猛了，直接把面包车的保险杠咬下来了。哈哈哈哈哈！今天奖励每人1桶肉。邪门，真是邪门了！蜜蜂帮他，连全村的狗都帮他。老板，要是再没有新订单，咱这个月的资金真的要撑不住了。看一晚上了，看出啥名堂没？儿子让你帮忙把把关呢。什么供应链类取证会员体系，我已经看不明白了。搞个合作社，我还能给他出主意。现在开公司，我这老东西是两眼一抹黑，彻底看不懂了。看不懂就对了，谁说不上大学没本事？现在的小陈儿哪里比那些大学生差？这话不能对儿子说，不能让他骄傲得意忘形，就坏了。新房终于盖好了。我好吃。行了，站着看半天了，你腿也不累。地基我看着打的结实，屋里格局你妈盯的也靠谱。里面的家具和软装最好给清河也看一看。给他看干啥？哎呀，我家傻小子。我儿子没上大学，但他走出了自己的路。但他走出了自己的路。林总您好，我是负责贵司业务的银行行长。灵犀农业和林总您个人现在都是我们最高等级的 VIP 客户。今天我过来，主要是先当面拜访认识一下。这么说来，灵犀的营收和净资产都已经突破1000万了。你又在训练蜜蜂吗？是要做什么？我们和4商战还没完呢，信息和情报很重要。什么意思？周总，这点小挫吧，就把你打倒了？老子的客户和订单全被他抢走了，一个他妈没剩。周总，你别着急，还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要不是因为你，我干嘛去招惹林晨这尊瘟神？现在我的风貌苗主一口口把他的灵犀农业给喂大了。自己本事就别甩锅，给你机会你不中用，连个高中落榜生都斗不过，还好意惨冤？以为这样就能搞垮我？没那么容易。狡兔三出，我周茂永远有后手。以为这样就能搞垮我？没那么容易。狡兔三出，我周茂永远有后手。周总，您居然还藏了这么一片药材地！狡兔三窟，这片药材地便助我东山再起。林晨，你等我缓过这口气，一定整死你！这是什么灵芝？像是仙草。这叫紫霞仙芝，8年才长成这么一株，全国独一份。老板，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只要拿到沈氏集团的药材供应商资格，3年内我就能东山再起。沈老板的老父亲马上80大寿，这颗紫霞仙姬就是我的敲门砖。看来是带回消息了。消息？他们在摆字。灵芝什么意思？蜜蜂带回了消息，是跟周茂相关的。哦，你是让这些蜜蜂去给你当商业间谍了？灵芝
跟周茂什么关系？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猜测周茂的苗圃生意现在垮了，但可能还有灵芝和药材的后手。药材生意更重人脉关系，并且利润率很高，说不定还真是周茂东山再起的手段。周茂要是东山再起了，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会想方设法整死咱们。所以，肯定不能让他东山再起啊！你到底什么考虑？药材生意利润高，我刚好也想试试，肯定不能让他东山再起啊！你到底什么考虑？药材生意利润高，我刚好也想试试。哦，原来咱们要开始种药材了。可是，咱俩都完全不懂药材。我之前也完全不懂种材，不懂花卉呢。有道理。现在信息还是太少了，也只是猜测。放心，大概知道灵芝和药材的方向了，我有渠道去打探一下。这一次，一定要把周茂打得心服口服，不能翻身。必须让他不能翻身。他几次三番真的是想搞饶你西的。张磊只是后面吹吹风、耍耍奸计，也没什么真正本事。包地、冷链运输这好几件事，周茂真的是差点把咱们害死。我们要在山里找这个，要活的、新鲜的。这里腐殖土厚，散光足，确实适合长菌类。太好了，不过都还太小太嫩，怕挪不活。长得稍稍稳固些，再把你挪走。别给都啃了，这个有用。说了回去再犒赏你的。别给都啃了，这个有用。说了回去再犒赏你的。大黄是怎么了？不会是吃那没长成的灵芝中毒了吧？哪家的狗啊？发春呢这是？陈大山，大黄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昨天疯了一晚上，啥意思啊？今早村里好几户人家在说，大黄追着全村母狗跑了一宿，现在村里的母狗见着它就躲，走路还一瘸一拐的。这泡过灵泉水的灵芝菌盖还有这功效？原来灵芝小时候长得这么可爱漂亮。没你可爱。这个木头怎么突然这么会哄人了？你们虽然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我有信心让你们变得很名贵，让人高攀不起。对了，周茂那边的情况我打探清楚了。说说看。跟你预料的一样，他私下培育了一批中储药，准备避开跟灵犀竞争花卉苗圃，靠中储药东山再起呢。灵芝是怎么回事？他想撬开沈氏医药集团，拿到沈氏的药材采购。刚好沈家老爷马上过生日，周茂准备了一株紫霞仙芝，准备当贺礼呢。紫霞仙芝，这名字倒是唬人。不能大意，他是认真做了准备的。哦，这个叫紫霞姬的菊种，最早是省医大学的李云远教授培育的。周茂不知从哪里拿到菊种，据说已养了快10年。最关键，李远教授现在刚好是沈氏医药集团的顾问。寿宴当天，李云远肯定是受邀的。周茂不知从哪里拿到菊种，据说已养了快10年。最关键，李远教授现在刚好是沈氏医药集团的顾问。寿宴当天，李云远肯定是受邀的。你的意思是，李长远看到自己培育的灵芝种种，肯定会帮着说好话。李长远是沈氏的医药顾问，他在沈氏医药威望极高。现在周茂拿出的刚好是李长远10年前培育的灵芝种种。现在的问题是，沈家寿宴我们能进去吗？这个倒是不麻烦，我们清河市关的大启奇餐饮线本来跟沈氏就有合作，沈家寿宴的邀请函我就能搞到。青青，多谢你，还好我身边有你。这是哪里话？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这个木头怎么说话越来越好听了？只要能参加寿宴，我就有信心断了周茂东山再起的念念。可沈家寿宴没多少天了，这灵芝能长起来吗？我听说这灵芝动不动就几年、10几年的。放心，我专门培育过的品种。我信你，我去搞定邀请函。你还真是有心，想不到这株紫霞仙芝真被你养出来了。当年跟李教授请了这株仙姬，我自然当宝贝养着。若不是沈老太爷的寿宴，我才不舍得拿出来的。李教授，明天寿宴上还得您多帮衬几句。您是沈氏的顾问，您说一句，顶我说1万句。这灵芝
算是我的得意之作。不用我多说什么，它也必然是全场最耀眼的。他俩怎么也来了？种地的林老板今天居然还穿上正装了，还真是人模狗样。不敢跟周总比，周总被一群狗追着咬，不知道胳膊好全了没有。你什么时候这么会怼人了？你什么时候这么会怼人了？感谢各位播种前来参加家父的80大寿。今天借着家父寿宴献礼的好彩头，我也是在为沈氏医药寻找未来的顶级药材合作伙伴。有请第一位贵宾，丰茂公司周茂先生。沈伯父，这株紫霞仙绿为您祝寿。有请沈氏医药总顾问李长远教授。说来惭愧，这株紫霞仙梨所10多年前耗费诸多心血培育的灵芝品种，周总精心培育近10年，也令老朽动容。评品不必己出，论效不掺虚言。我也敢自信评判，这株紫芝温和醇厚，无论是药性还是品相，都是绝对顶尖水准。都比上最开始那个紫霞仙芝啊！那个周总看来要从沈氏赚到大钱了。有请最后一位贵宾，灵犀农业林晨先生。他怎么也要献礼？难道他也要争药材订单？我今天带来的也是一株灵芝。不愧是种菜的泥腿子，还敢跟在我后面献灵芝。我今天带来的也是一株灵芝。不愧是种菜的泥腿子，还敢跟在我后面献灵芝。不可能，不可能有这种品品！下面请李教授做下点评。我的天，灵芝吐云了，这是祥瑞啊！金云献寿，这可是长寿的吉兆啊！老天爷好福气，好啊！活了80年，头一回见这么神的灵芝。怎么可能？他一个泥腿子，哪来这种极品灵芝？怎么可能？他一个泥腿子，哪来这种极品灵芝？这株灵芝哪里来的？自己培育的。我搞了一辈子药材，今天算是开眼了。我这株8年培育的紫霞仙芝，从品相到药性，都远不及林晨小友这株。这是我平生仅见的极品，我甘拜下风。这株灵芝可有名字？如果有幸的话，请教授赐名。它称得上是赤灵之王，但又太显凡俗，还是叫灵犀仙芝更出尘脱俗。灵犀仙芝，金云献寿，好！林先生，可否邀请您到主桌来？恭喜你，林晨，拿下了沈氏医药的采购合约。
西坡林地划出一半，专门扩建灵芝和黄金种植区，产能刚好能跟上。加上药材线，今年整个灵溪的营收至少要再翻1倍了。现在的苦恼是，我们的地不够种的。附近几个村子的闲置地和林地，你该拿的都拿了。还有几块很好的地，在哪儿？在周茂手里。至少要再翻1倍了。现在的苦恼是，我们的地不够种的。附近几个村子的闲置地和林地，你该拿的都拿了。还有几块很好的地，在哪儿？在周茂手里。沈老板，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的地和苗子都还值钱，能不能转给你？平时都吃我的喝我的，老子落尿了，你们都躲得远远的。周茂，你给我出来！别跟我吃路费，那是我们的血汗钱，别做缩头乌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拉迟早治马，现在是谁呢？完了，真的都完了！老天爷，你真要逼死我吗？从始至终，根本没人逼过你。我败了，败给你了。可我当初还真是瞧不上你，以为你连大学都考不上，还是个村里的贫困户泥腿子。你的地、大棚、设备、现有的苗子，我都可以收下来，帮你把债务抵掉。你为什么愿意救我？想当初周茂处处给咱们使绊子，又是抢订单，又是搞破坏，没想到最后他这点家底，全给咱们灵溪做了嫁衣。也算他间接为本地农业做了点贡献。想当初周茂处处给咱们使绊子，又是抢订单，又是搞破坏，没想到最后他这点家底，全给咱们灵溪做了嫁衣。也算他间接为本地农业做了点贡献。慢点走，别急。你看你都能自己走了。这点路算什么？再过阵子我都能下地干活了。咱儿子给找的药，真把我这摊子治好了。我宣布，灵溪农业第2种植基地正式启用。以前爸总说，种地没出息，不上大学就翻不了身。是爸眼界窄了。你做的比爸好，爸比不过你。过去1年，蔬菜线营收700万，花卉线1100万，药材线2000万，农牧线400万，全年总营收突破42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拓展电商业务、深加工业务，公司也正式启动上市筹备。未来3年，我们要把灵溪做成真正的全国性高端农业品牌，向全球性高端农业集团迈进。一户能拿10几万，咱要出去打工，哪赚到了这么多？小陈子真是了不得，村里路也修了，老年食堂也开了，娃上学还有奖学金。这不是林老三建军吗？村长，你出去打工有3、4年了吧？是，快过年了，我回来看看。村长，里面干嘛呢？村里的分红大会都在领钱呢。分红？是临城的灵溪农业分红，不是所有村民都能分，你分不到。你儿子林强今年也大学毕业了吧？是啊，今年终于毕业了。好啊，他大学毕业上了班，也就能挣钱了。下一个林强。各位面试官好，我叫林强，毕业于农业大学，这次是面试电商运营岗。
你继续自我介绍就好。我电商运营岗，大学期间有过2段实习，数据做得还可以。林总，我不知道是你公司。面试归面试，我们只考核候选人的能力，你正常发挥就好，不要考虑其他的。各位面试官好，我叫林强，我先做下自我介绍。清河啊，婚礼你们想怎么办，都听你们的。村里的文化广场刚修好，宽敞，到时候请全村人吃席，热热闹闹的。怎么能在村里办？清湖又不像咱们是村里人，得去省城办才行。在村里办挺好的，这边热闹，我爸妈肯定也喜欢。我听苏总的。那这样，我们先跟亲家商量商量。好，好，好。我也有股权，我一个种地的，哪懂这些？大山哥，你跟着我从3亩石头地干到现在，这些是你应得的。以后公司上市了，这些股权比工资值钱。小陈子，要是没有你，我还是林家村的贫困户，吃不饱也穿不暖。灵犀农业创始人林晨与苏清河女士官宣婚讯，将于下月举办婚礼。我这个高材生确实比不过这个落榜生，现在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这个高材生确实比不过这个落榜生，现在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婚礼的时候，大黄的狗队要不要也请来凑热闹？那必须请，他们也算半个功臣。还有蜂群，到时候让他们帮着放气球。我以前总说不上大学没出息，今天我想说我儿子没上名牌大学，但他有本事有担当，比我强。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互相扶持，爸很放心。你看这孩子多聪明，以后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比他爸还出息。你这是什么话？考上名牌大学当然好，但凭本事吃饭，踏踏实实做事儿。不上名牌大学，照样能有大出息。